大米是老广果腹的重要主食。老广的一日三餐中，除了一碗颇有讲究的白米饭，还少不了各具特色的米制品。其中，肠粉可能是老广心目中最有分量的地气美食。肠粉的起源没有权威说法，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随着人类饮食习惯的相互影响，肠粉这种地道而又简单的美食早已遍布各地的大街小巷。在很多潮汕人的心中，潮汕肠粉是家乡味浓浓的街边小吃，是陪伴自己长大的那道记忆。那潮汕肠粉跟其他地方的肠粉有何区别呢？传统的广州肠粉以布拉肠粉为主，面皮光滑透亮，里面的食材若隐若现。广州肠粉的美，皆因其通常只配一种主材料，最多不超过2种，馅料不多，肠粉才容易晶莹透亮。潮汕肠粉的面皮没有广州肠粉讲究，潮汕肠粉通常会在粉皮上配以丰富的馅料，鸡蛋、瘦肉、生蚝、虾仁、豆芽等，混在碗里搅拌后，直接倒在半熟的粉皮上蒸，馅料十足。潮汕肠粉也分很多种，汕头肠粉的皮儿薄，澄海肠粉加入菜脯粒，普宁肠粉配汤，潮州肠粉混搭花生酱。每个潮汕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最好吃的肠粉。隔行如隔山，选择哪一种米，米和水的比例，蒸煮时间的长短，上桌后的配料，看似简单的一条肠粉，每个环节都是学问。想通过求学掌握肠粉技巧的黄俊生，却被多次拒绝。能吃苦耐劳，善于迎难而上，是潮汕人与生俱来的特质。既然求人解决不了问题，只能求己。暂停营业的第2天，黄俊生独自一人跑了200公里，来到梅州大埔。这次他要解决的是色香味中的香和味儿。炸出的纯正的花生油。好。阿姨，阿叔啊，哦，在炸了啊，哇，好香啊！这个花生油，花生油好香。哇，大哥说你们这里有200多年啦？这200多年了，这个啊？我这个200多年了啊，到现在一直有在做是吧？有。找到了理想的花生油，黄俊生迫不及待地赶回店里，他要第一时间做特制的肠粉酱油。我的配料主要有花椒、八角、香叶、桂皮，再加上生抽、老抽，煮上个20分钟就可以了。一里一外，合作无间，2个曾经的失败者再次鼓起勇气，在不断的试错中细品成功的喜悦。高攀，是那你煮之前，你要按煮按自己的标准来做葱烧到香香的东西。好，做按自己的这样做就不难。对于街坊来说，一碟肠粉能让人吃出潮汕的本味，而对于黄俊生和郑庆斌来说，这碟肠粉却能吃出人生成功的味道。成功就在这方寸之间。在自古种蔗产糖的潮汕地区，零食喜欢以糖为主料。汕头街头，一种叫糖葱薄饼的零食，更是每个本地人从小到大不能忘却的香甜。糖葱薄饼最早起源于汕头潮南区，
古时候，小孩第一天上私塾，得带上糖葱去祭拜孔子，寓意着聪明。明代万历年间，糖葱薄饼渐渐在整个潮汕流传开来，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。先落水，然後呢就落白湯，煮10分鐘後就開始落白嘅湯。62岁的陈俊辉家世代做糖葱，从曾祖父那一辈算起，现在传到他儿子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，算得上是潮汕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糖葱店之一。熬糖45年的他，练就了一手绝活。硬最主要就個湯要防餿，嚟食感覺那就個湯嘅會好夾，最關差唔多8個瓦度。但這個水起碼都是就2瓦多啲先好。哦。煮好的糖漿倒入廣口鍋中，迅速旋轉散熱，同時利用離心力推攏，擠壓出糖漿裡的氣泡。轉鍋，翻糖，直至成為糖塊，就到了製作的關鍵環節——拉糖。不斷重複拉打，空氣被包含在糖裡，蠟黃色的糖塊最終變成了乳白色。取下摔好的糖，放在炭火上焙軟。下一步是最重要的合孔，次數也有講究，必須是8次，多一次少一次都不行。最緊就是要落至一杯啦，這個手嘅技術要控制住個湯氣溫，大水加食去高煲。炒汁就好做嘅，湯就好食。合孔完成，切成塊，白糖葱才真正完成。整个糖葱的加工经历13道工序，既是一种把握温度的艺术，也是一个跟温度赛跑的过程。做好的糖葱外表光泽如绸缎。拉糖合孔时，空气进入，让每一块形成16个大孔，每个大孔周围围着16个小孔，看起来像很多个白色的葱孔聚集在一起。也正是这些小孔，让糖葱异常的酥脆。糖葱洁白无渣，入口松软如卧雪，但吃的时候会有糖碎，所以饼皮登场了。薄饼不用擀，制作时一手拿着软面团，往热锅底轻轻一抹，薄面层瞬间凝固成饼。等边上微微翘起，另一只手马上掀起薄饼，一抹一收，一掀一放，饼皮出炉不过20秒。在糖果制品应接不暇的今天，糖葱更像是一种乡土糖果。这些年，这种传统手工美食的老味道渐渐被人遗忘，做这种买卖的人也少了。但陈俊辉仍旧希望这份甜蜜的事业能一代代传下去。